这是刚换的总闸，火线带电，零线带电。测量这分闸也是火线带电，零线带电。家里的灯和电器都开不了，进户的主零线断了呗。平房电路很长，得有100多米过来的。看看电表这有没有问题。这里是往每一家走的线，找他们家的电表，电表出来的线看是哪一根。这一根线，也就是下边这一根线，是往他们家走的火线。看一下零线，找一下零线。这一根是电表出来的零线，接进了这个端子排，端子排下边没接线，那他们家的零线接哪去了？电表输出不接零线，那电表还跑数吗？那它的零线接哪去了呢？您看它这个端子排大都是接了火线，没接零线。您说只接这一根火线，电表还会跑数吗？准备上房顶，在房檐下边有接头，过去看一下接头有没有问题。线是从这穿进去的，然后线的这头在这有接头，这个接头已经糊了。这还有一个接头，这个线头也糊了。它这个是铜线和铝线接在了一起。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我手拿这个绿色的线应该是个零线，然后接了个绿色的线进了他们家里的总闸。那这个绿色的线不是从电表出来的呀，而且这根线接着又往下边那几家走了。这是一个公共的零线，就是这几家共用着一个零线，到谁家就是做一个接头出来。他们家这个接头，哎呀，都糊了。铜线和铝线相接很容易氧化。现在的乡村很多平房主线都是在用铝线，我得想办法把接头给它处理一下。这个零线接头我都不敢动，这个地方的嘎嘣脆，一折就断。这要是一断，后边几家都用不了电，还得想个办法不能让它断，还得重新接一下。这根铝线就是他们家电表出来的火线。我准备把这个铝线直接穿到他们进户的电闸上，就是中间不做接头了。这个线长度没问题，直接穿进去2根铝线，原来的2根铜线就不用了。这个线接零线，这个就是直接进去的火线。零线这一块我就不剪断了，从中间就是扒开线皮，并着2根我都给它扒开线皮，然后从这里给它并在一起。我要是剪断线的话，可能会影响他们用电。用钳子使劲压，扭紧了应该没问题。缠上胶带，这样后边就处理完事了。现在家里边没问题了，电都正常了。看一下刚才这个绿色的零线，没走电表，它是直接接进了总闸的零线，不是从电表出来的。那么它这样接线影响电表跑数吗？就是会不会跑得慢，或者说计数不准呢？找了一个电表的图，这个是家庭电路接线，这个是电表接线。看一下电表的接线原理，火线进来，经过电表之后，接到后边的电闸，给下边的电器用电。只要你有电路用电，火线上就有电流通过，电表就跑数。而电表的零线在电表内部是连一起的，火线在电表内部的导体，它能感知电流，零线就没有，是直接连一起的。既然零线的输出可以不接，不影响电表计数，那这个进线的零线我可以不接吗？就是光接一根火线进，然后一根火线出，不接零线，这个电表还跑数吗？这个是不行的，电表必须给它引进一个零线，单接火线是不行的。再看零线进去，零线出来，而这个火线接到了这一端，电表能正常使用吗？会不会倒着跑呢？这个不会倒着跑，正常计数。还有一般都是1进2出，如果说进线我接到2，出来的线从1出来，接到下边的电闸用电，电表会跑数吗？会倒着跑吗？它也不会倒着跑，也是正常的计费。所以说这个线无论你怎么导，电表都不会倒着跑，也不会说就跑得慢。另外选电表上面就标着多少安到多少安，就是说它的负载能力，就这个表能带多大的功率。反正我个人觉得就是表大一点小一点都不影响使用，当然电器功率大选择电流要大，特别是现在有一种插卡的电表，用电功率一大它会自己断电，然后自己又来电，一会有电一会没电，所以说那个电表选大功率的。聊多了，聊电表上来了。
不好意思啊，感谢您的观看。电梯现在不能上也不能下，它这个不叫电梯吧，是一个液压的货梯，没反应。它的上升和下降是靠这个电机带动液压泵，靠油缸的压力把这个顶着这个升降台上升和下降，然后上2楼、3楼。现在也不能升也不能降，看是嘛原因呢？打开它的小控制柜，电闸继电器、交流接收器、开关电源。打开启动开关，没反应，指示灯也没亮，控制柜内也没有反应，面板也没有反应，电笔测的没有电，应该是跳闸了。测量进线也没有，它没拉闸了。送上电以后，然后再测就有电了。测一下电压，3项电压，3项电压很正常，也不缺项。可以启动一下看看，打开控制电源，好了，电有了，试一下能不能升降。没反应，连2楼、3楼都没反应，不上升，什么原因呢？液压电机也没反应，也不转。看一下配电箱，这么看不出什么来。其实我现在就怀疑是限位开关不好，就是行程开关不上升不下降，一般都是行程开关不好。2楼、3楼都有行程开关，还有接近开关，是它们的原因吗？或者说是某一个开关的原因？不一定。会不会是急停开关没打开呀？3个急停开关。这个没打开。1楼、2楼、3楼都有急停开关，一个按下去都开不了。2楼的没问题，把它打开。也不确定一定是急停开关的问题。再送上电，按2楼，液压泵工作了，再转，但是不上升，面板显示往上走，平台就是没反应。按3楼也是一样，这是为啥呢？没有压力输出，是不是方向反了呢？就是电机转的方向反了呢？上面标着箭头，转的方向找了个黄拉管，插到后边枫叶这一块，让电机转起来，看方向对不对。方向反了，电机转向是反向。方向反。现在的转向是这样的，反向了。直接在电闸下边把这3项电的2项导一下。我问他们动没动过线头，他们说昨天调线头了，是厂家的客服让调的。我把2根火线导一下，看看调完线头以后，看看好不好使。漏油啊！漏油了。你们自己昨天拆了是吗？不是我们拆，是市场的那个物业管理说是不是这个堵住了，给我们拆了一下。把密封圈给掉了，密封垫儿，这个得装，不装漏油。拆一下。对，我拿扳手给你拆一拆。谢谢啊。多长时间出现这种情况了？前一天晚上还在用，第2天早上一来。加多少油？缺油了吗？加了半桶油。加半桶油。那就是缺油了。这个小油箱很小。是吧？半桶油那不都到底了？反正加了半桶。那就是没油了，导致不上了。好，不漏。看到2楼停不停 ？OK。是到3楼没问题。也可以。
一直都正常使用呗？对，一直都正常，可能是没油了，像你说。没油了，不能上升啊，也可能是没油的原因。运行的时候会有损耗吗？100公里0.1个油吧。现在看电路没问题，运行很正常。这个平台在下降的时候，液压泵是不工作的，它是靠电磁阀通电回油，平台慢慢的下落。好了，这样就好了，上上下下都没问题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